欢迎大家回到陌生人来的这个单元。如果大家有看上一集的话，就会知道我跟 Polly 两个人算是平分秋色啊，在体验空中瑜伽这个项目，算是谁也不让谁啊！滚！老师叫你滚！我们空中瑜伽的老师，同时也是我们 ODC 的女生教练，我们的娜娜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娜娜。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关于你跟空中瑜伽的一些缘分跟一些故事。我本身是舞蹈班科班生毕业的，然后毕业之后呢，我就某一些因缘的际会之下呢，接触了空中瑜伽。对，然后一直教学到现在有7年的时间。除此之外呢，我也想问呢，是什么样的机遇接触到空瑜？因为毕竟从舞蹈到空瑜，这是一个也算是另外的一个领域。对，其实刚开始蛮肤浅的原因，那时候就是滑网路，然后就滑看到空中的师资培训，对，然后就投进去了。对，投进去了。哇，完全没有练习，完全没有练习，但是考试头洗下去之后就一路到现在。对。OK， 然后后来会继续走下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科班生对于身体的运用就会觉得相对比较容易一点点。那我在接触到一般的学生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哦，原来我觉得简单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对，然后就会让我有这个动力，想要去了解每一个人的身体的状态，也让我自己的教学可以更多的经验。我觉得是一个互相成长的感觉。那介绍完你了之后，那我们可以回到这个运动的本身，空中瑜伽它的基本概念是什么？那除此之外，也很想知道，现在除了空瑜之外，也有延伸出像舞筹类的一些算是表演艺术或是运动。那它的差异在哪里？跟空中瑜伽的一些不同在哪里？空中瑜伽的话，它其实可以变化性蛮大的，它可以是一般的伸展，或者是拿来锻炼肌力也 OK，对，然后也可以在上面做一些比较花式的东西。我觉得它是一个空中上面是一个基础，舞筹呢，它其实从马戏演变来的。马戏是马戏团，就是真的是马戏团。对，真的是马戏团的东西，所以它其实舞感、协调跟耐力要比较多，然后也会配合音乐，就是它会就是一个小作品的那种感觉。对，所以它其实就是很常就是会被规划成是表演艺术上。对，没错。但它的技巧上是可以串联的，只是就会更稍微复杂一些。好，那听起来空中瑜伽，你像上次我也练了 ，Polly 也练了，那这样子的话，感觉人人都可以去接触这个运动，但一定还是会有不适合的族群。那以你的专业角度来看，有哪一些族群是不适合从事空中瑜伽的运动？像是如果要是你有青光眼或者是眼压比较高的人，会比较不适合，因为它有很多头要在下面的部分，所以那个血压会这样往脸上冲，其实是比较危险的。是。然后还有心脏病，心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呢也不适合，因为它很多绑身体的部分。那想问，就是如果说你们自己在收学生或者在跟你们报名的时候，你们会先去询问一下大家有什么样的身体疾病，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心理状况吗？还是其实会透过来了以后再去跟他们去建筑这样的关系？上课前一定都会问身体的状况如何，像有些人手腕啊、肩膀啊、关节的部分会有不舒服的话，其实都也是要注意，在运动的时候都要注意的部分。OK， 那想问啊，就是如果说是没有运动基础的，或者是真的就是因为力量不够，而就是他的体型比较有肥胖症的人，那他们在从事空瑜的时候是可以适合的吗？我觉得年龄层算蛮广的，因为其实也有儿童空瑜，所以小朋友也是可以来玩的。对。那如果要是相对年纪比较长的，但是他一直对，但是他一直都有在运动的话，也是可以来尝试的。那如果要是真的完全没有运动经验的学生，也是可以。但是我自己对于这样的学生的话，我会先把地面的基础给熟悉一下，先熟悉，先让他们在地面上可以有一定的肌力，然后再上挂布会比较安全。对，所以它是可以去循序渐进，客制化的。OK， 好，那正所谓每一项运动都一定有它的优点，那相较起来，我们不能说缺点，一定也有它是比较没有办法被一般消费者接受的地方。那想要问一下，它这样子的两者的评估，你觉得会是怎么样？我觉得空中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训练到的肌群会比较是上肢的部分，上肢天文是。我觉得这是一般比较不会训练到的地方。然后上肢的部分线条出来了，学生可能就会相对的比较有成就感，这是一个优点。对。那缺点呢，就是刚开始来上课的学生，大多都是会是觉得说，哦，这个运动
做起来很优美，对，好像很轻松就可以摆到漂亮的 pose。就是每次都会看，就是一些网络上的人做那个影片，会觉得很优雅，然后感觉看起来很轻松，就这样之类的，然后超痛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控制那个脸。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是会有那个期待的落差。当没有到达那个期待值的时候，有时候他们没有做到，他们可能看真的觉得就这样子，但是我做不到。对，然后那个落差感、情绪可能会有会影响到对，会影响情绪，然后挫折感可能就会比较大一点点。关于这个表情落差的部分，也可以看我们上一集我们 Polly 的表情，来请看。那想要问的是，关于瑜伽、空中瑜伽的话，那需要用到的一些肌群跟身体能力，你觉得有哪一些是最不可或缺的？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全身都要柔软度是什么意思？柔软度的话，希望可以的话是有一定的柔软度，我觉得在做起来会比较优美。对，关于柔软度这件事情，也可以看上一集的我，来请看。那如果要是你是本身就有在运动、有在重训的话，其实做空中也相对的会比较吃香一点点。OK， 就像上去的力量跟翻转的一些巧劲，其实基本上都还抓得到。对，没错。那我们刚刚讲完的是训练这件事情，那我们可以来谈一谈矫正跟复健。那因为很多的运动，它其实除了提升身体能力之外，另一部分就是希望可能有些人是曾经有受伤啊，还是生理的一些状况，都可以有调整跟修复的状况。那请问空余有没有类似的一些功效？像我觉得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可以利用倒挂，因为它是反地心引力嘛，利用倒挂去让你的脊椎变得比较舒服一点点，放轻松的状态之下，它会让你的脊椎的排列稍微会比较回来一点。因为有些人是久坐或久站，他其实是脊椎是被压迫的，或者容易胸闷。我觉得这个每个人都很需要，特别是久坐族蛮需要。上一集在做这个倒立的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整个拉开的时候，噼里啪啦响，相当的舒服啊，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其实上次我们也有针对一些问题，收集了一些身边朋友的想法。HYROX 之外，可能你是重训的、健美的或者跑步的选手，对于跨行去到空中瑜伽的话，是有没有帮助的？我觉得如果你本身是有不管是任何什么运动经验的人，其实我觉得上空中是有优势的。他们本身对身体的认知是一定有程度的。我在讲解的时候是相对的会比较容易上手的。对，因为他知道他在干嘛。最简单来讲，就是有在运动的人就会知道你自己的身体的肌群跟关节发力的位置，至少对这个名词的解读就会比一般的消费者更明确。举例来说，你的髋关节要打开，这时候有运动人就会知道，髋关节在哪里，就不会可能开到肩膀。所以其实应该是说，一定都有帮助了，只是最少就是可能你对身体部位的认知，那其次才会是延伸到可能肌力的部分。没错。空中瑜伽相较于其他的竞技型运动，举例来说 HYROX 相对于跑步甚至是健力健体这种运动之外，比较难在从空中瑜伽知道自己的成绩有没有进步，自己状态有没有变好。那想要知道的是，空中瑜伽跟这些竞技型运动的最大的差异是什么？我怎么样知道我自己进步了没？我怎么样知道我自己变得更好了？我觉得很明显的可能就是上肢的力量，就是其实我们课程呢动作在基本的课程动作当中，其实这些动作都会一直重复。那你在一直重复之下呢，你在做动作的那个流畅性跟能不能一次到位的那个感觉跟上肢的力量，我觉得是可以从这几个点来开始去看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门槛这件事情。对，那相较于很多运动，举例来说，像 HYROX， 它是不是一个随处可练的东西？举例来说，我们之前拿着壶铃到公园都可以跑。像它的场地其实会有一定的高度，你在做动作的时候会比较好做一点点。是，对。然后再来是费用也会相对比较高，因为保养部就是也是一笔费用，对，也是一笔费用。对，然后场馆确实也会比较难找，因为现在的高度其实也不好找。对，相对是比较高一点。好，那我们最后一题啦。那也有人在问是怎么样去帮一个初学者去规划他的一整个课程的流程。举例来说，他要先从一些入门的动作，或是要先从打基础开始，可能到如何表现出他的成果。
你会怎么样去规划这件事情？如果是我的一堂课的话，其实大概前面有20-30分钟是在暖身的部分。那暖身的话，就包括我们的伸展跟肌力。有了这些之后，我们后面的时间呢，就会开始教动作。初学的动作也不多，就大概就那几个，但是那几个就非常的重要。空中的东西它是可以一直串在一起的，所以如果要是你前面只要有几个动作 miss 掉的话，你就是整个要重做。所以基本动作会一直练。对，然后再慢慢往上串，就是从2-3个动作一直串起来，对，就会变成一手串联的那种感觉，很完整的，对，没错，蛮有趣的啦。我觉得自己体验完空中瑜伽，我觉得也有点像是比较另外一种版本的 TRX， 就是一样在田上在做一些动作，但一样你可以透过很多运动去做到你全身肌力的一些激活。所以我觉得完全没有因为你练了 High Rocks， 或是你去做了重训，或是你很常在做转换训练，你就是一个很轻松可以面对这个项目的人。我觉得完全没有，就是隔行如隔山。正所谓，当你去学习不同运动，你就是要用很谦虚的心态去了解这个运动，它应该要有什么要注意的细节跟它的危险。对，那还有它的能够怎么样去成长，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去多花点时间去了解一下。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空中瑜伽的知识，或是想要看我们娜老师的更多的表演，也可以在下面留言。那如果你也不想看到我，只想看娜老师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大不了就不要当朋友。好，那如果喜欢这个频道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那我是 Morris， 陌生来了，下次见，拜拜。